你可能有一些看似是缺点的东西，反而是你的闪光点，你的一些很有价值的独特价值的地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就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所以说不见得每个人都要表现的都那么的聪明，才其实是一种真正的智慧。对，就是，然后你接着说。我说这位观众叫做 Sky Scent Communication， 皮卡丘的一个头像，对，对，然后你刚刚说什么？就是咱们接着上一期的聊呗，你说你有好多话题要分享吗？对，我想因为刚刚聊的比较，你说。你先稍后分享，因为我知道你一分享就得很长时间，我怕我忘，好吧？我就想说到你分享也很长时间。对，因为我刚才在玩游戏嘛，然后我就在思考，就是其实游戏这个东西也是一种博弈的感觉嘛。那它如果设计的太简单了，那我们马上就丧失兴趣了。那如果说难到像我说的，你1个小时、2个小时你都打不死一个小怪的话，你也会直接卸载掉，对吧？你觉得这是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设计的游戏，所以我就在思考，其实游戏也在影射我们的社会，影射我们的人生的这样一个路程，就包括我们学习工作也好，其实它的难度往往都是在我们能接受的范围内的。就是如果说它太难了的话，我们真的是玩不下去。我们就可能得上吊自尽了，对吧？但是它恰恰是你看，比如说我们做 YouTube 频道也是，它既不会给你零收益，也不会给你几十万、100万的收益，它就是在这种不停的在让你去敲打你，让你去创作创新，然后你才会获得更多的收益。包括我们工作也是，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我们不能工作1天或者1个月就获得一辈子的这种够用的财富呢？我在思考过这种问题，然后我在想，其实它就跟游戏是一样的，它必须得去这样去设计。如果说你1个月的收入能够花10年或者50年，那么这个社会是运转不下去的，这个游戏一定会崩溃的。所以我就在想，其实游戏看到人生，我们其实是自己的抉择者，我们其实可以让我们的人生难度升高或者说是降低。其实无论说你看到的是社会的黑暗呢，还是社会的光明，就是最终你是可以去选择，它的这种有意义的一面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样，身体其实是我们灵魂用来体验的工具嘛。那如果说你不喜欢它，你直接就干掉它就好了。但是我们又不舍得，又觉得，那其实人生也难得嘛，对吧？总要去用它做点什么，创造一些什么。所以最后我得出的结论就是，其实一切取决于你的想法，你作为一个抉择者和创造者，你真正在意的或者你真正想要的是什么？那么其他的终究是理论而已，它能够影响到你的那部分，才是它对你有价值的那部分。对。对，然后你前面说到了，就是为什么人不可以1年就只工作2个星期啊？为什么要那么日夜的操劳？这个就是我听说有2种说法，就是在那个罗振宇他的那个有一个节目叫逻辑思维嘛，他有一期我以前也经常听。对，但是后来就感觉他出卖了他的灵魂。好，开个玩笑，他就说嘛，他说就是因为你这个人要传宗接代，你要增加你的人口，就是如果是说一开始比如说整个中国就只有我们3个人，然后可能另外又有一些那个就是相当于跟我们同龄的一些女性吧。好，然后那所有的这个资源粮食我们直接躺着，它的麦子自动的就会往上涨，就会随便吃。好，可是呢又过了1代的话，可能我们每个人都生10个娃，因为资源好像是无限的嘛。好，然后那10个娃又再生10个娃，然后这么到了3代的话，那可能那是多少人？3000人了，3000人了。好，那你3000人之后，那你就不能躺着吃了呀，那肯定就得我这个麦子我得去收割呀，我得去耕种啊。所以说他说这个就是所谓圣经里面说那个亚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嘛，好像就是说是拿这个作为比喻的。啊，这是第一种说法。然后还有一个呢，另外就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是亚当夏娃太能吃了，还是怎么回事？太能生了，太能生了，太能生了，就是因为要生娃，好吧？所以要工作是吗？哦，好吧。对，就是你有那个过量的人口嘛，但是呢，你这个资源土地却是有限的。你说生娃的话，人是可以无限的嘛，所以后来
过了几代之后，那最后你要保证那个每个人都有一口粮食，那就得那个日夜的操劳。所以应该计划生育啊，虽然它是反人性的。另外逻辑思维，他另外一期也聊了嘛，他说，你看中国古代的时候，他所有的那个人口都基本上是维持在7000万，这在宋朝之前，宋朝的时候人口就突然破亿了，但是那个时候科技也没有是说比唐朝或者那之前有很大的进步，然后最后呢就发现是因为取消了人头税，就因为中国古代的时候，你生一个娃之后3岁开始就得要交税，然后有一些朝代稍微好一点的话7岁。因为对于统治者来说的话，我去算你商业税啊，我去丈量土地啊，都没有比数人头来的更加实在嘛。你家里有几口人，所以有一些家庭嘛，再让古代也没有那种避孕的措施，然后生了之后呢，他就觉得那与其让你最后，就是3岁的时候就开始交税，然后我们整个家都被你都拖累，然后你自己也过吧，还不如直接一下子把他给掐死。或者把它直接给扔到森林里面去给它抛弃了，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的人口一直都是在7000多万。然后宋朝的时候就把那个人头税改成了收土地税，然后后来就到了1亿了嘛。然后清朝的时候呢，是因为引进了美洲的土豆，还有那个就是番薯，然后所以人口就到了4个亿。对，这第一种。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为什么就是还是得那么累？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跟那个统治者的欲望有关，或者跟他的政绩的欲望有关。就比如说秦始皇，你又要修长城、修大运河、修兵马俑，然后修王陵、修阿房宫，对吧？你所有的东西你都要同时收。你知道古代的那些老百姓啊，你随便种地种得好好的，你那个服徭役，你是不仅那一年服徭役可能是20天还是1个月的时间。不仅是1分钱工资没有，同时你还得自己自带干粮去给他白干，因为这是你的义务。但是为什么要那么累呢？就是因为他又要修运河。你看这修的这些东西当中有一些，比如说像什么京杭大运河呀，或者是说都江堰啊，那些水利设施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但是也有一些东西纯属就是他自己个人的欲望了。比如说修那个皇陵，你看那各种明朝封那么多藩王，他那个王陵我去看了之后就感觉，我天哪，那么大的金丝楠木，然后那些汉白玉，我天都是民脂民膏，或者说再就是他3征高句丽，然后再或者是说各种去那个什么去为了汗血宝马打到乌兹别克斯坦去，你想那个年代，我天哪，你在新疆养1万人的军队，相当于内地养20万人的军队，因为你中途还得给他去送粮嘛，然后你送粮的人在路上可能来回20天，他得吃20天，然后中间你那个补给线有可能被敌军去骚扰截断，对也有或者也有可能截断的，所以那成本很高，所以后来清朝为什么他那么大的领土，就是因为，当然这也是题外话了，就因为他打仗的时候他会运用一些有特许状的一些山西的晋商啊，一些皇商，他们来去给清政府来去运粮，就因为他相当于把那个活给外包出去了，那私人办事效率就更高。然后呢，清朝最后他打胜了之后，给他们分战利品，或者说给他们弄一个皇家特许状，允许他们在关外跟蒙古人做生意，然后特许经营权，所以他们也愿意去干嘛。但是为什么后来清朝又不行了呢？就是因为打鸦片战争的时候，然后就是最后就是连打连输嘛，所以最后就感觉你这个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他们给你白运粮，免费的劳动力，他是因为就是期许着你最后打赢的时候好一起就是能有口汤喝的，你吃肉我们有口汤喝呀。结果你连战连输，所以后来就是道光皇帝就不敢打了。给我们科普了一下历史，讲得挺好的，谢谢。对，然后前面你上一期不是说到了那个就是零和博弈吗？我突然就想到了有两个故事，就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世界上双赢的例子还是有很多的嘛。我先说一个简单的，就比如说我们这次回国，好，然后你可以带20公斤的行李啊，但是呢你只有去的那一趟你有一些行李嘛，回来那一趟是个空箱子。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朋友他需要就是从国内就是相当于带一些书啊，或者带一些吃的到国外来。好，但是呢，你这个如果是说走中欧班列啊或者快递的话呢，那个费用就很高嘛，所以说他就比如说那个费用，假设你1斤200块钱，差不多算是这个数吧，还好1斤200块钱，好，那你让我带的话，1公斤我只收你80块钱，
那这不就是双赢了吗？不就双赢了吗？但是你要是说有谁有损失的话，那估计快递公司吧，中欧班列有损失，但人家他们也不在意这三瓜两枣。对，这是这个例子。然后我再举一个是我自己亲身的一个经历嘛，就是去年的时候，我当时我认识有一个女孩子，她是那个南美洲的一个，就有一个国家叫乌拉圭。还是巴拉圭，我搞忘记了，反正就是巴西和阿根廷之间在那个南美洲的山里面嘛。好，然后他是相当于是意大利、西班牙还有那个印第安，因为一般南美洲那边基本上混血的都很多嘛，然后可能都有他，可能他外婆是印第安人或者怎么样。好，然后后来他到爱尔兰这边来读那个语言学校嘛，然后呢，他说他来爱尔兰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在他老家原来是一个飞行员。当然不是那种很大型什么战斗机的飞行员，是那种小的那种小飞机的飞行员，然后他有那个飞行员的执照。好，对，然后来到爱尔兰，来了爱尔兰之后呢，他就很想把这个飞行员的驾照转成欧洲民航的这个驾照，但是转成欧洲的驾照呢，那你得通过就是这边的那个飞行训练的考试嘛。你要通过考试的话呢，哇，那一节课时的话，可能最后算了一下，他要通过大概学个2-3年，然后然后又是什么几轮考，然后下来总共那个培训的费用加那个考试费，总共是差不多60万人民币。但是呢，如果是说他能够拿到爱尔兰的这个绿卡，或者拿到爱尔兰的国籍，那就相当于政府是可以给你免除很大一部分的那个学费，或者说你这个相当于这60万的学费，政府先给你摊着，然后等后面你当了那个飞行员之后，你的工资不是很高嘛，然后每个月从你工资里面扣个10%，对。可是这项优惠政策只限于爱尔兰绿卡持有者，然后而他是外国公民嘛，然后你为了拿到爱尔兰绿卡，或者其实爱尔兰还好，但美国绿卡呢，我听说更难，就是要么就是说你。如果是美国是要10年，爱尔兰平均的话大概是5年，就是你要在这边首先找到有一家公司愿意担保你给你技术移民，或者是说你就是留学啊，或者是说或者投资移民，投资多少钱，或者是说反正他有可能中间上学这段时间得在餐馆里面洗盘子或者怎么样，勤工俭学，得浪费他5年的青春。好，然后这个时候，后来我就想到了，我说，因为那个时候我快拿到爱尔兰绿卡了嘛，然后我就其实我当时我真的是就是非常想帮他，我说，那你要是跟我结婚的话，那不是很快就可以拿到，那这不就是双赢，对不对？然后但是我后来我心里面我就想，当时经常跟他们开玩笑嘛，我说你们这些人啊，你们要嫁给老外，嫁给爱尔兰人的话，你只能够拿到爱尔兰的绿卡。但是如果你嫁给我的话，你不管拿到爱尔兰绿卡，你还能拿到中国的绿卡，说明你还帮我拿到你们国家的绿卡，这不是3赢了吗？这是零和博弈吗？对吧？但是后来我在纠结嘛，对，而且我一直都是把他当一个好朋友的。好，然后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后来听说她找到了一个男朋友，然后是奥地利的，是一个奥地利人吧。好，然后后来我就终于松了一口气了，我不用承担那种道德压力了。对，我觉得你讲的这个故事非常幽默，很幽默，可是我讲的这个语气吧，对，我觉得大招最后。哎，我觉得你讲的这2个，就是这种双赢的结局啊，我觉得这都包含了很多个人的努力和付出嘛。就比如说你刚才讲的，就是跨国帮人带东西这种，就是你自己要费很多心思去联系这些人嘛，然后人家也要费心思去找你，然后你们合作成功，然后可以省下一笔钱，然后你也可以很轻松的赚到这笔钱。我觉得都确实是一个双赢的，然后其实也解开了我心中的一些困惑嘛，就是其实这种零和博弈它其实只存在于那种比较大的社会组织或者架构里边吧，就是或者说你把你自己放到那个这个宏大的这种框架里边的时候，你才会参与到这种必要的零和博弈嘛。其实咱们人与人之间相处很多时候都是可以双赢的。对，
我也觉得比较大的方向其实是有零和博弈的，就比如说国家和公民，其实有的时候就是，那这个土地如果属于你，那就不属于国家了嘛，对吧？这个东西资源只有一块，所以说国家只能强硬的把它占有了，然后，对吧？这个东西可以理解。我觉得你后面讲的这个结婚一举三得的例子，我觉得也是一样的，就是你个人可能得接受很多不完美嘛，比如说他可能并不是你心中的那个人，然后你们的婚姻可能不是那么单纯的构建在双方的感情基础上，可能会产生一些后续的问题。对，对，因为我听说在美国那边，我有一些印度同学，他到美国去读硕士嘛，然后后来毕业之后，那比爱尔兰还难的。爱尔兰这边是说，只要你这个时间到了，然后那是肯定税交够了，那是100%可以拿到绿卡的。但是美国的话，那还要抽签，就是可能你只能抽个几次吧，然后每次只有30%的概率。好，然后而且他专门是说，对于3个国家的人，他还给你限定，给你降低配额，哪3个国家的？中国、印度还有墨西哥，就是这3个国家，很想移民美国的嘛。然后他为了支持所谓的那个人口多元嘛，然后他给你降低。好，然后而且这个抽签的这个资格还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拿得到的。像我印度同学，他读的还是美国那个，就是当时是清朝公费留生去读的，有一个叫斯利文斯理工学院，全美排名前80的，他读的那个学校，然后毕业之后投了有2000家公司的简历，然后最后进了爱迪生实验室，就是爱迪生还是贝尔实验室吧，但是呢还是说没有那个抽签的资格，因为是说不是所有的公司都愿意担保的，而且他那边还是说，就是说你那个毕业，就是说你得在同一家公司得干满5年还是干满几年之后才能够去开始抽签申请绿卡，如果中间不小心被炒了鱿鱼，然后你又得重新的去花时间去那个申请，就是说你比如说我干了3年或者干了4年了，然后后来被炒了鱿鱼之后，然后这个时候必须得是说在好像说1个月还是半个月之内，你得顺利的无缝对接到下一家公司啊，那才能够算，不然的话那又得从第1年开始算，所以就是。所以就是其实理论上它是有一些能量，就是消耗在拿那个绿卡上面的。他这个为了熬绿卡熬年头的这个时间，如果是说你弄在他自己真心感兴趣的那一个事业上，那可以走得很远。对，走得很远。然后还有一个什么？然后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什么？就是那个。就比如说你去读了美国的名校的博士，然后最后你在什么权威期刊发表了论文，好，你以科学家的那种方式去申请，那个也相当于也等同于那种就是相当于那个相当于高级工程师吧，对，然后但是这些一般情况下都是熬10年，然后后来我有个表哥嘛，他是拿了那个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啊，然后还是生化专业的啊，然后后来然后他到现在他都没有拿到绿卡，他还在那里抽签，在那里熬。然后我说你感觉如果是说为了拿绿卡，你是花10年的青春读一个霍普金斯的博士更难，还是直接找一个美国的女孩子跟他结婚拿绿卡更难？然后他说2个都难，都难。哇，这么高的学历都这么难呢？对，因为。它就是政策的原因嘛，但是所以说就很不公平嘛。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走线润美的，然后他说自己被政治迫害了，然后一申请难民，然后他很快就申请到了，所以就是有，而且美国他还有那种，就是他那些藤校嘛，就是来招生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他说要所谓的种族多元嘛，每一个。不同的民族的那个比例要多少？一般美国人眼里的话，全世界分成5大种族，第一个就是就是欧洲人吧，或者说白人哈。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美洲原住民，就之前叫印第安人，但是现在想换一个中立点的词叫美洲原住民。好，然后再就是拉丁裔就是南美洲的那些国家嘛，墨西哥他们不认为他们是白人。好，拉丁裔，然后再就是亚裔就是中国人、印度人、日本人、韩国人都通通的都是亚裔，然后再是阿拉伯人。对，好，然后所以那你肯定就是那个亚裔，就是中国、印度这边学霸内卷嘛。我们在国内都那么卷，肯定在美国，所以就是这样子，就导致我们想读同样的学校，
就要比那些就比如说比黑人的那个分数要高30%，就是你想想高考高30%，那是相当于400分跟600分的区别。然后后来有一个故事就很搞笑嘛，就有一个印度哥们儿，因为他是印度南部的，长得很黑的嘛，然后他自己去染了烫了一个卷发，然后他把他的那个族群给改了，从印度人改成黑人，然后还故意跟那些黑人混在一起去学黑人说话，然后最后他本来他是印度人。他知道，虽然他还算一个小的学霸，但是就像 Kevin 他说的说，我们初中的时候是龙头，到了高中的时候那就成了凤尾了，对吧？然后所以他去升那个学校，没有一个对不起，我这个评价没有一个理他，对。但是后来他把他的族群一改成黑人，哇，总共20多所大学邀请他那个什么面试，因为他很想进那个医学院嘛，这是个真实的故事。那个黑人他叫 VJ。然后他本来想改的时候，那就是因为你为了证明你怎么证明你是黑人，对吧？他之前他以印度人身份，他去混一些黑人的那些学生会嘛，然后学生会里面会长是一个黑人的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一个女孩嘛，然后那个女孩她先说，哎，你不行，你这不是说谎吗？你这不是占用我们黑人兄弟的名额吗？然后后来印度人他慷慨激昂，他说我之所以做这个，我是想做一个大型的真人实验。我为了来证明，就是美国这所谓的种族平权，他们是有多么的虚伪。我为了揭穿他这个谎言，所以我自己就是以身试法。好，然后后来黑人大姐被他说服了，被他感动了嘛。好，那我给你写那个推荐，引用的。好，然后后来他进了医学院之后呢，结果他发现最后就受到歧视，就是相当于我把我自己的族群改成黑人，你看见贼，是这样吗？也这个还倒好，因为像印度他那个他那个祖宗情结没中国人那么重，就是因为他所有的东西他都模仿黑人嘛，然后染发什么的。他说他原来是印度人的时候呢，他在街上的时候那保安没怎么基本上都让他过，但是黑人的话，哎，那明显的就感觉到别人看他的目光就会不对劲，会把他当成流浪汉或者是怎么样的啊。包括去过安检的时候搜身的话都得多搜几下。然后后来他进了医学院之后，然后去考试，然后最后也会被排班，专门是排到那种就是凌晨午夜的班嘛，说什么那些白人那些女孩子，她们晚上不放心走夜路，所以说让你黑人你去顶班吧。然后而且他后来去做实习医生的时候，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嘛。然后最后他就决定，那算了。那我这个戏我不演了，我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然后就跟学校说我其实我之前是冒名顶替的，我现在无效，然后不念医学院，但是他最后他去考那个考商学，也考进了斯坦福，还是斯坦福大学还是加州大学的那个商学硕士。然后最后他还写书，然后他这个故事还被改编成电影的。像之前那个黑人大姐之所以被他说万一哪一天你的这个故事被改编成电影，那女主一定要让碧昂斯来演我。后来真的就改编成电影了，对。我觉得就好像电影人的故事的感觉，挺有趣的。所以人就是能给自己的成功找方法啊。如果在不是很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我觉得也是一个方法。太有戏剧了。对，所以就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就之前有一些他们高考的，然后他们会把他们的那个国籍。因为像什么塞拉利昂啊、赤道几内亚那些国家，你随便花个2万块钱，你就可以加入他们的国籍，对，改成老外，然后再去考上了之后呢，然后再给他改回来。别人就写说谁逼着我们当老外？对，就是其实我们在上学期间也能感受得到嘛，就是大学里面那些留学生，他们跟中国学生的那种就是在学业上水平差距真的非常非常大。哇，然后他们确实就是很容易来到这些好学校里边，就高考其实你也能看出来嘛，就是不同省份的人在同一个学校里边，他们其实能力差别很大的，就是因为不同省份它录取线不一样，而且它题目的难度也不一样。对，因为这个故事是原来在2002年的时候，就是在2022年之前都是全国统一命题，就是统一的那个考卷嘛，然后每个省的分数线就会很不一样，那样子就导致像山东的分数线就要比北京的要高100多分，所以后来有个女生她的梦想就是考上北大，然后最后她就直接告教育部，
告到最高法院，他说凭什么我分数线比那北京的那些人高了100多分，他们都上北大了，我只是读一个普通的大学。结果后来教育部没有正面回应他，但是第2年就改了，每个省自己自主命题，就从02年开始哈，但是后来又到10几年的时候又重新恢复了。这个之前你们知不知道？之前有个故事，就是在明朝的时候嘛，那个时候有一个科举考试，就是当时是中国那个是中国第一次统一嘛，朱元璋他统一之后，然后科举考试，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就是北方经常兵荒马乱的去打仗嘛，然后打仗的话，那通常那些人都没，就是基本上都没有心思学习，而南方的话，因为有那个地理的那个险阻嘛，所以说都会有一个个小的割据政权，相对于来说比较太平。好，太平的话呢，那就是南方的读书人就好用功学习嘛，所以后来第一次统一的时候，第一次科举，然后结果一路的话，所有的举人进士全部都是北方人，不是全部都是南方人。然后后来北方的那些考生、那些学子就各种抗议嘛。后来朱元璋他就把那个主考官，他派一些钦差大臣查到底是不是有舞弊，为什么都只录南方人。结果后来查了之后，别人说没有，确实南方人真的就是考的就是要比北方人高。就后来朱元璋把主考官带上钦差大臣，通通的全部都给他杀了。他就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嘛。所以从明朝的时候就开始分那个南北榜，南方的北方的分数线要低一些。他其实就是为了维护我们这个相当于国家的这个统一与完整。不然的话，那可能中国就会像欧洲一样，就分裂成2个民族的南方人和北方人。就像你刚才讲美国他招生的时候，他会考虑种族这个比例嘛，也是为了维护美国的政权稳定嘛。对，但是你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一个人头上就成了一座大山了，你可能就是对于政权来说的话那是维护了，但是可能作为个体的一个考生来说的话，那可能就犯进中局了，或者是说《儒林外史》里面的那些读书人了。对，就是但是我们个体的话，他其实可以自由选择嘛，就是不要非走那条路不可，就是总不可能把自己给逼死吧。对，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时代的产物吧，就每个时代有不同的喜好，那就说接受自己的这种现状就可以了。我觉得这其实对于个人来说算是一种运气成分了，就你出生在哪儿，然后当时有什么样的政策都是运气了，然后我们个人改变不了，我们只能做好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对，就是我觉得不应该特别看重这个输赢啊，因为它是有时代的和一些审美性的东西的存在。就包括古代啊，或者说现在都有一些很不公平的现象吧，就包括有些电影不也演嘛，对吧？就某一些数学家呀，或者是因为一些私生活的一些选择呀、一些行为，然后就给他撸掉了，对吧？迫害掉了。但现在看来觉得很可笑嘛，但当时的人就觉得那是真理嘛。我不管你多有成就，你个人的一些私生活，我觉得是不堪的，是不对的，那我就取消你所有的成就。这个现在看来是很不公平的。对，然后这里可以八卦一下，就是那个居里夫人为什么她没能进那个法国科学院？你看2次获得诺贝尔奖，就是因为后来她丈夫死后嘛。当然这里面八卦一下嘛，她跟另外一位同事科学家也是科学家，相当于有过一段那个绯闻然后那个同事的话是一位有妇之夫。后来他就是居里夫人跟他俩通信的那些信件嘛，被他老婆发现了，然后他老婆就在报纸上面公开说居里夫人是波兰荡妇。后来就是因为这个丑闻，所以说居里夫人她一直到死她都没有能进法兰西科学院。可是你现在想来，进了法兰西科学院又怎么样？后来法兰西那个共和国都亡了，都亡了，这不都就是一顶帽子嘛，对吧？对，那个科学院可能还没有居里夫人有名呢。对，对，就很多时候很多人抢着去戴那个高帽子，但其实可能那个高帽子就是会害了他，就是他不一定适合他，就是对，就像你考试作弊一样嘛，你可能通过作弊或者一些手段，然后考了一个很好的学校，但其实你的能力是不匹配的，然后你的性格也是不合那里边的那些氛围的，去了也是遭罪。对，去了也是遭罪。对，然后
就比如说你本来只有一个2本3本的一个学习能力，然后你通过作弊进入到清华，其实你完全就是天天都是受苦的状态，因为那些课程难度非常高，它就不是为你来设计的，然后你也很难毕业，然后你就算勉强毕业了，你也找不到工作。对，因为能力根本就不匹配你的头衔。对，就是对。以前我姐姐有个朋友，她就是通过关系到了高中当老师。那你想想，高中那些东西可不是对吧？那么轻松的。然后那个人就是本身学习是不好的，然后硬通过关系到了高中当了一个语文老师，结果很快就被淘汰了。哇，反而很折腾，就是很浪费时间，浪费所有人的时间和精力，对不对？对，对我想到过有2个故事，就是我那个我有一位朋友嘛，他是辽宁人，然后呢，他说当时他们那个他妈妈是那个相当于数学老师嘛，他们高中的数学老师，好，然后他有个同事的孩子呢，就是因为可能本来平常时只有一个1本的一个成绩，但是呢，高考那一次就是运气爆表嘛，然后超常发挥，最后考上了清华。然后最后他家里人就是哇，就是各种就是相当于祖坟冒青烟的嘛，然后那种状元宴、谢师宴，好，然后就必须得让他去读那个清华的理论物理系啊，然后因为就是说有那种科学家的情怀嘛，后来他去了半个学期之后受不了，整个人完全跟不上，然后他就求他妈说能不能回来让我重新复读，我要换一个简单的，换一个学校，换一个专业，我每天都感觉是在无间炼狱当中煎熬。但他妈妈说：“哎，你不想多，你适应一下，你还没有适应就好。”结果后来他直接在清华，他跳楼了。哦，那这就太可惜了，直接丢了命了。对，啊，其实是个很好的人才。对，还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故事，我认识，那是爱尔兰的有一个姐姐，她是相当于是我原来就是一位同事的那个发小的妻子，好，然后我们就是相当于我同事结婚嘛，在他的婚礼里面，我认识那位姐姐。后来她跟我说，她说她本来是爱尔兰的一所大学啊，在那里就是物理学本科毕业了之后呢，然后她像老外他们就很松弛嘛，就想我到加拿大去打工度假，去做店员做半年，然后顺便去申请我的博士，可能第1班车没有赶上，我再申请第2年的。好，然后第2年的时候，当时她申请上了2个学校，一个是利物浦大学。学的是那种就是量子力学之类的吧，好，然后另外一个是牛津大学的量子力学，他也相当于是说运气爆表嘛，申请上的牛津大学，结果去了之后，哇，就是像无间炼狱一样，各种受苦受罪，而且他说，你看牛津的导师那是什么人呢？那去的那些人，他肯定是一般导师，哪怕是说觉得要付出10倍的精力才能把一个那种尖子生培养成更牛的尖子生，那他宁可付出10倍的精力，也不愿意去说哪怕是花1倍的精力去点拨一个资历平平的人。好，所以就是所以他原话就是说导师就是知道他在那里受苦。而且就是知道，哪怕是花个半个小时点拨他一下，那就可以少受很多罪。但是就是不愿意花时间，不愿意理他，然后她当时很幸运嘛，她当时的男朋友，现在的老公也是爱尔兰人，那个时候是搞计算机的，然后呢就是可以远程办公嘛，然后专门就到牛津去租房子，帮他写牛津博士的作业。他们相当于他们小两口子一起来去攻坚那个博士，就是这样子，还留级了1年，他才拿到那个牛津的量子力学的博士学位。好，然后后来他说因为这个原因之后，他就彻底的我这辈子再也不搞量子物理了，然后去改行去做计算机，去写程序去了。但是他说如果他当年选择了利物浦大学，那你要看那个名气呢，远远不如牛津啊。但是呢，那说不定我现在还在本行，还在干着物理学，我还能够保持我对物理学的那一份热爱。所以人一定要找到适合自己的路，我觉得没有最好的路，就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就有的时候大家要根据自己的感受来做判断，而不是去看别人，适合别人的未必适合说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人还是有天赋的，你像我的天赋就肯定是不在数学上，如果你让我去研究数学，那我肯定就是很快就上吊自杀了，这个毋庸置疑。我也是的
但是你让我去搞音乐啊，搞唱歌啊，搞创作呀，聊音乐啊，或者你表演电影都可以，就是我的兴趣和擅长的地方在这儿，那我就觉得你不给我钱，我也愿意去做，我还觉得挺有兴趣的。但是你反而你让一些唱歌跑调的人，你让他天天去研究怎么不跑调，那你也还不如杀了他，对吧？我天天教课，我是能感觉得到的，就是我是有一种不如杀了我的感觉，因为我教不会，就太痛苦了。对，就适合自己的东西才是最好的，这个真的不是一句大道理，这是一个真理，我觉得。对。最后还有1-2分钟，你有什么想总结的吗？Kevin， 对 Kevin，就是我想说，就是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总去羡慕别人，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去羡慕，因为你真正的去了解了那个人的生活状态之后，你未必想过他那种生活。然后这样的例子其实非常多，我就不举了。所以说，大家找到自己的满足和自己的乐趣，我觉得就是最大的成就了。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生活还是就是要用心嘛，就是对于任何问题要聚焦嘛，不要就是说总是被外界干扰，或者说是总是逃避嘛。对，你包括你找到自己想干的事情，喜欢的东西，它其实都是需要专注力的，你需要认真的对待你自己，然后静下心来去问你自己想要什么，对，喜欢什么。对，所以我还是又想到了苏东坡嘛。你说他当年他那么渴望去做官，但是他做了官的话，他也改变不了那整个官僚系统。可是他选择去做一个网红。做官的话少了他一个，另外也有成百上千的人可以做相同的事情，就是可替代性比较高。但是呢，他的诗词却是不可替代的。他选择他去做当年的自媒体写词，然后就各领风骚。没了。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